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遇到生命里的贵人？我今天告诉你们，贵人不用求，也不用找，你先问问自己，就算贵人站在你面前，你认得出来吗？世人都爱听好话，都觉得捧你的人是贵人，殊不知顺耳的话最害人。那些天天哄着你、顺着你的人，大多是图你的好处，耗你的福气。真正的贵人不是来给你送虚假安稳的，真正的贵人是带着因果的旨意来拨动你身上的契机，来破除你脑子里的死结，硬生生把你从悬崖边上拽回来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让你脱胎换骨，改变你下半辈子的生命轨迹。在咱们人这一辈子的因果长河里这种真正的贵人一共有5种，你只要遇到其中一个，并且能明白他的苦心，能把这个人接得住，你的晚年、你的家运就能逢凶化吉。今天咱们就顺着因果的脉络，把这5种贵人给你彻彻底底的拆解开。咱们先来讲这第1种贵人。这种贵人一旦出现在你面前，你通常的第一反应不仅不是感谢他，你甚至恨不得上前抽他2巴掌，跟他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因为这种人我们叫他当头棒喝的典型者。这世上绝大多数人活了一辈子，最喜欢听好听的话，你稍微有了点小本事，或者儿女出了点息，那个尾巴立刻就翘到天上去了，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在亲戚朋友面前是个大人物了，这就叫慢心傲慢的慢。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跑过来，他根本不管你兜里有多少钱，也不管你平时有多大威风，他连一句好听的客套话都没有，专门挑你最痛的地方扎，当着人的面一针见血的把你性格里最大的缺陷，把你那点虚伪的做派，把你家里掩盖的好好的隐患直接给你挑破。诸位想想看，当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你肯定立刻火冒三丈，气得浑身发抖。你心里马上会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我凭什么要受他的气？于是你当场翻脸，摔门就走，以后再也不搭理这个人，甚至还要在背后跟别人骂他几句，对不对？咱们大半辈子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我告诉你们，你这就叫糊涂到了极点。佛法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我执。什么叫我执？就是把你那张老脸，把你那点可怜的面子和自尊心看得比你的命，比你们全家的家运还要重。你天天被自己的面子骗，被自己脑子里的优越感骗，那个敢于刺破你虚荣心，对你说难听真话的人，在佛门里这就叫禅宗的棒喝。过去在庙里修行，老和尚看你这个徒弟执迷不悟，天天钻牛角尖，他不会跟你和颜悦色地讲大道理，他拿起大棍子兜头就给你一棍子，大吼一声，硬生生把你脑子里的妄念打碎，把你打醒了，你才能开悟保命。所以现实生活里那个敢冒犯你自尊心的人，其实就是替你拔毒的菩萨。你仔细反思一下，那些天天围着你叫大哥叫大姐，天天夸你投资眼光好，夸你做生意厉害的人，等你哪天真的做错决定，把家底全赔光了，这帮人跑得比谁都快，绝不会拉你一把。而那个敢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再这么狂妄下去，你再这么盲目投钱，必死无疑的人，他不图你1分钱，他冒着被你记恨被你骂的风险也要说这句真话。他图什么？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看不得你往火坑里跳。这在因果契机上叫什么？叫破迷开悟。一个人如果在外面听不得逆耳忠言，他的心门就是锁死的。
外面全是一层厚厚的铠甲，这层铠甲名字就叫虚荣，真理进不来，生机进不来，但是邪气和骗子却能一骗一个准，因为骗子最懂得顺着你的虚荣心去说话。所以这第一种贵人，他们从来不用金钱帮你，他们用的是像刀子一样的真话来帮你打碎你的我执。很多人大半辈子的跟头都是栽在听不得难听话上，你若是能在别人戳中你软肋，让你下不来台的时候，忍住心头的那把无名火，咬着牙把他的话在脑子里过上3遍，只要你能低头认这个账，你的气局瞬间就打开了，你人生的一场大劫往往就这么化解了。可是啊，这世间能放下那点面子的人太少了，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第一种贵人刚一开口就被自己骂跑了，这就到了老天考验你的第2关了。这第2种贵人，他往往不在外面，他就在你家里，你天天看着他烦，甚至嫌弃他窝囊没本事，但他却是你全家福报的底盘，是你晚景安顿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种贵人，咱们叫他默默兜底的持灯者，也就是你身边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老伴。世俗人眼皮子浅，觉得贵人的是那些能在外面呼风唤雨，给自己带来真金白银的大老板。对于天天在家里围着锅台转，给自己洗衣服做饭的那口子，连正眼都懒得看。可是我跟你讲，佛法里有个极其高深的境界，叫无相布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对你的好，对这个家的付出是不图回报的，是不讲条件，不带功利心的。这种纯净的善念在无形中能承载极其巨大的家运契机。你不懂这个理，你就容易把真佛当成破石头。有个女老板，咱们叫她林姐，这林姐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早年间抓住了机遇，开启了连锁饭店。她这个人性格极为强势，控制欲极其强烈，她大半辈子最渴望的就是事业上的大成功，最怕的就是别人看不起她，觉得她是个软弱的女人。她那个老伴呢，是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性格慢热，温吞水一样，平时3脚踹不出一个响屁来。林姐打心眼里嫌弃他啊，觉得这男人太窝囊了，一点挣大钱的本事都没有。在饭桌上当着亲戚朋友的面，林姐也是对老伴呼来喝去一顿数落。他老伴呢，从来不顶嘴，总是笑呵呵的去厨房端菜洗碗。林姐看着他那个背影，心里更是看不上，觉得跟这种人过日子真是憋屈。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前几年林姐的饭店遭遇了极大的危机，她那个天天在外面跟她称兄道弟，夸她女中豪杰的合伙人，竟然暗中做手脚，卷了账上所有的钱跑路了。不仅钱没了，还留下了几百万的烂账，供货商天天堵着门要债。林姐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她四处找以前外面那些好朋友借钱，平时一口一个大姐叫着的人，这时候电话全打不通了，全都躲着她走。林姐彻底崩溃了，大病一场，患上了重度的抑郁症，整个人形如槁木，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所有的面子和骄傲都没了，再也抬不起头见人了。有一天下午，老伴出门买菜了，林姐独自坐在床上，看着满屋子的催款单，万念俱灰。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找出一整瓶安眠药倒在手里，准备一了百了。就在她要把药吞下去的那一瞬间，门锁响了，老伴推门进来，看着她手里的药，没大呼小叫，
也没扑上去抢，他只是慢慢走到床边，从破旧的外套兜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手续文件，轻轻放在床头。林杰愣住了，顺着老伴的目光往外看，他突然发现外面那个刚租来的破旧出租屋阳台上竟然摆满了10几盆正开得旺盛的兰花，那是他年轻时刚创业那会儿心里最喜欢的花。老伴看着他，语气还是那么平淡，就像平时问他晚上想吃什么菜一样。他说，外面的账我都帮你平了，咱家那套大房子我做主卖了，不够的钱我也舍下老脸找亲戚凑齐了，饭店没了就没了吧，药别吃了，咱们回乡下老家种地去，以后我养你。就这一句轻飘飘没有任何波澜的话，像一记重锤，把林姐大半辈子的骄傲、虚荣和狂妄彻底砸得粉碎。他看着眼前这个被他骂了半辈子窝囊废的男人，手里的药全掉在了地上，抱着老伴嚎啕大哭。从那天起，林姐彻底放下了想要东山再起的执念。她跟着老伴回了老家小镇，再也不过问外面的事，每天就在院子里浇花做饭。奇迹的是，她的抑郁症没怎么吃药，慢慢就好了，整个人原本充满戾气的面相也变得柔和了。诸位，你们看懂了吗？很多人觉得自己本事大，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其实你不知道，你在外面逢场作戏，那些顺着你的人全都是来消耗你精神和气机的。你之所以能在外面毫无顾忌的折腾，是因为家里有个老实人在默默地给你拖着底。那个在你狂妄时他不泼冷水，在你跌落谷底时他能稳稳接住你的老伴，是用极大的忍辱之心保住了你的命脉这就叫厚德载物。老伴受的那些委屈，咽下的那些哑巴亏，其实都是在替这个家消业障。你以为是你在外面赚钱养家，其实是他在用自己无相的功德为你挡住了晚年流落街头的凄凉。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经常犯这个浑，把最好的脾气、最甜的笑脸全都给了外面的陌生人和酒肉朋友，却把最坏的脾气、最难听的恶语一股脑全砸给了那个最爱你、最包容你的枕边人。你以为老伴老是好欺负，其实你是在一刀一刀的割自己晚年的福气当你老了，病在床上动弹不得的时候，能端着温水给你擦身子，不嫌你脏的，绝对不是你酒桌上的朋友，只有你身边那个默默无闻的持灯人。这难道不是你生命里最大的贵人吗？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伴是来给你兜底的，这让人心里暖和。但家里还有一种人，他不是来兜底的，他是专门来抽你的筋、喝你的血的。你越是对他好，他越是把你往绝路上逼。遇到这种人，你该怎么办？这就到了我们要讲的第3种贵人，那些生来就耗费你、折磨你的讨债至亲。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要骂我了，老头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种天天坑害家里的败家子、白眼狼，怎么可能是贵人？诸位，你先别着急上火，世间法看的是眼前的利益得失，佛法看的是三世因果的流转。你要是看不透这一层，你这辈子就被亲情这张网给彻底勒死了。咱们来讲一件史书上记载的事。唐代初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宰相叫房玄龄。诸位稍微晓得一点历史的都知道，房玄龄可是唐太宗李世民身边最得力的文臣凌烟阁24功臣里排在最前头的人物。房玄龄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极度的谨慎，可谓是如履薄冰。他跟着皇上从刀光剑影里滚出来，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大劫，他比谁都清楚权力斗争的残酷。房玄龄大半辈子最渴望什么？他最渴望的就是能保全家族的命脉，能平平安安地退下来。他最怕的就是自己危及人臣，树大招风，最后惹下灭门的大祸，落个晚节不保。所以他平时为人处事低调到了极点，从来不敢跋扈。可是老天爷仿佛故意要考验他，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专门来坑爹的次子，叫房遗爱。这房遗爱跟老父亲的性格完全相反，从小就极度骄纵，不学无术，仗着父亲的地位在外面惹是生非。后来唐太宗看在房玄龄的面子上，把高阳公主赐给了房遗爱。这一下可好，这夫妻俩凑到一块儿，简直是无法无天，嚣张跋扈到了极点。房玄龄看着这个儿子，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太懂看人了，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儿子面带反相，做事毫无底线，将来必然会把整个房家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这就是血肉至亲啊，你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他根本听不进去，你有什么办法？岁月不饶人。房玄龄终于老了，病倒在了床上，眼看就要不行了。这时候周围的亲戚老友门生故旧全都急坏了，纷纷跑来病榻前劝他。大家都说，老相爷，您现在是当朝第一重臣，皇上最念您的旧情，您赶紧趁着这最后一口气，给皇上上一道仪表，给房遗爱铺铺路，或者哪怕干脆求皇上赐个免死金牌，无论如何也得保住你们老房家的香火啊！诸位真正参透了因果的高人，在生死关头是怎么做抉择的？当时房玄龄躺在病榻上，呼吸已经非常微弱了，他摆了摆手，让人拿来笔墨，拼着身体里最后一口真气，给唐太宗写了一道绝笔上书，满朝闻。甚至连皇上自己都以为这老臣临终托孤，字字带血，肯定是要求皇上格外开恩，照顾他的宝贝儿子。可是等唐太宗流着眼泪打开这封奏书一看，全都愣住了。房玄龄在这封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遗书里，全篇谈的都是国家大局、天下的太平，以及不要轻易对外用兵，对于他那个惹是生非的儿子房遗爱的前程，对于他们老房家未来的荣华富贵，他连半个字都没有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房玄龄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但也极其清醒的关键选择，他彻底撒手了。他选择不再去妄图管教这个注定要败家的儿子，也不去强求老天爷给他改命，他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天道因果。没过多久，房玄龄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生前的预料，他死后没几年，房遗爱就跟着高阳公主卷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谋反大案。最后的结果是非常惨烈的，房遗爱被当朝权臣长孙无忌下令满门抄斩，整个房家遭到了血洗。房玄龄生前小心翼翼攒下的一点荣华富贵，被这个讨债鬼儿子败得干干净净。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拍着大腿叹息，觉得房玄龄这辈子太憋屈了，一辈子谨小慎微，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来灭门的讨债鬼？这不是老天不长眼吗？其实你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你没看懂底层的因果。在佛法看来，这个要把房家敲骨吸髓的逆子，恰恰是逼着房玄龄修成大自在的贵人，这就叫还债消业。咱们现实生活里，诸位仔细想想，
你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父母，为了一个天天在外面闯祸，欠一屁股债的儿女，老两口把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金全都掏空了，连看病的钱都没留，为了给孩子填窟窿，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借钱，甚至气出一身重病来，最后被儿女榨干了最后一滴血。你以为你这是伟大，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我告诉你，凡夫最大的愚痴就是看不透因缘。儿女有儿女自己的业力，他注定要受那个苦，注定要遭那个灾，他跑来做你的骨肉，不仅不让你省心，还天天折磨你。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宿世欠了他的恶债，他就是名副其实来要账的。你如果看不透这一点，非要逆天而行，无底线的去替他填窟窿，你这不叫爱。佛法里这叫共业流转，他往下地狱里掉，你非要死死拽住他，结果就是他把你一起拉进深渊里陪葬。房玄龄高明就高明在他看透了这是讨债的因果，既然强求不来，既然注定是债，那我就认账。在最后一刻，他彻底放下了世俗人最难放下的血缘执念，修成了真正的断舍离。所以房玄龄死的时候是平静的，他把债还清了，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儿子的恶业是儿子的，老子的清明是老子的，把你逼到绝路，用最惨痛的代价斩断你对亲情对圆满的虚假贪恋，逼着你把心收回到自己身上，学会放下。这种能帮你把业障彻底了结的讨债鬼，难道不是渡你出苦海的逆缘菩萨吗？家里的债咱们还完了，可是因果这盘棋还没下完，现在咱们要把目光从家里往外放一放。在咱们这大半辈子的社会交往里，还有第四种贵人。这种贵人，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他不仅面目可憎，简直就是一条要把你往死里逼的毒蛇。他们通常是你最信任的人，却在关键时刻对你过河拆桥，背后捅刀子，硬生生把你逼上绝路。遇到这种人，凡夫的第一反应是恨之入骨，甚至要把后半辈子全搭进去，跟他打官司，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我告诉你，在佛法高维度的因果里，这种人叫什么？叫逆增上缘。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最残忍的违背你心意的手段，强行把你往上推的菩萨，他们是你生命里逼你觉醒的绊脚石。我认识这么一个老派的民营企业家，咱们叫他老赵。老赵是做家具厂起家的，干了大半辈子，在当地行业里也算是个元老级的人物。老赵这个人本质不坏，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极度的好面子。他大半辈子最渴望的就是走到哪儿都有人叫他一声赵总，最怕的就是别人觉得他老了，跟不上时代了，光环没了。为了维持这个虚假的排场，他天天在各种酒局上跟人推杯换盏。老赵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就把厂子里的核心业务和账目全都交给了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这个徒弟是老赵看着长大的，老赵对他是100个放心，甚至逢人就夸，说这就是自己的接班人。可是商场如战场，人心隔肚皮，老赵在酒桌上享受着元老的光环，根本不知道他的好徒弟暗中勾结了外面的资本。就在老赵满心欢喜准备扩大生产的时候，徒弟突然在董事会上发难，联合其他人设了个局，不仅名正言顺地把老赵踢出了局，还通过各种复杂的财务手段，让老赵背了一身几百万的烂账，可以说是直接让他净身出户了。老赵得知真相的那一天，整个人都傻了，气血上涌，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死在办公室里。
他不甘心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被自己最疼爱的徒弟给骗走了。为了翻盘，老赵四处去借钱，他花光了手里最后一点活命钱，买了最贵的烟酒茶叶，去求以前那些天天巴结他的大老板老朋友。结果呢，人走茶凉啊，那些以前拍着胸脯说有事您说话的老板，有的让秘书说不在，有的干脆把他拉黑。老赵在人家的高档写字楼下面一站就是大半天，连个冷板凳都坐不上。就这么折腾了2个月，老赵已经是走投无路了。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老赵实在没办法，提着礼盒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徒弟刚买的大别墅门外。他本来想低个头求徒弟看在当年师父带他出道的份上，给他留条活路，把那几笔最要命的烂账给平了。可刚走到大门口，别墅的落地窗没关严，他听见那个昔日一口一个师父叫着的徒弟正端着红酒杯在跟人打电话。徒弟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用极其不屑的语气说，那个老东西啊，他现在就是一条过气的狗，时代早变了，他还以为自己是盘菜呢，不用管他，让他自己蹦跶去吧。这雨夜里的一句嘲笑，让老赵举着礼盒准备敲门的手僵在了半空。那雨水顺着他的满头白发往下流，流进眼睛里，又酸又涩。就在那一刻，老赵突然觉得自己这大半辈子活得简直像个笑话。为了别人嘴里的一句好听话，为了维持那个空洞的赵总面子，自己像头老黄牛一样被蒙着眼睛抽打。老赵没有去砸门，也没有冲进去拼命，他慢慢地把手放下来，走到别墅外面的垃圾桶旁边，把手里那盒本打算用来求饶的昂贵礼品狠狠地扔了进去。这一扔，老赵身上的那股傲气和虚荣被彻底踩碎了。但也正是因为碎了，他反而踏实了。老赵没再去打官司，他背着铺盖卷回了乡下老家，用手里仅剩的一点零碎钱，在村里包下了一片没人要的荒山。从那天起，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行业元老赵总，只有一个穿着破胶鞋，每天扛着锄头在土里刨食的半老头子。他不再向任何人求助，满手的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第1年果树苗死了一半，他咬着牙重新种。第2年遇上干旱，他自己挑水一颗一颗的浇。那些原本用来算计人情世故的脑子，全用在了研究土壤和减脂上。一晃6年过去了，老赵的那片荒山变成了一个年产值几百万的生态有机果园。老赵的皮肤晒得黝黑，身体比在办公室里天天应酬的时候结实了不知道多少倍。而那个把他踢出局的徒弟呢，因为玩弄资本、财务造假，资金链彻底断裂，早就在2年前被抓进去踩缝纫机了。老赵当年创办的那个厂子也彻底破产清算了。现在的老赵每天坐在山头的小木屋里，用大粗碗喝着自己种的茶，看着满山的果树，内心无比沉迷。有人问他还恨不恨当年那个徒弟，老赵笑着摇摇头说，恨什么？要不是他当年那一棍子把我打醒，我早晚得跟着那个厂子一起累死在酒桌上。诸位，你们看明白这里的因果了吗？世俗人看老赵，觉得他到了8辈子血霉，被亲信背叛，可是用佛法的眼光来看，这叫什么？这就叫逆增上缘。人在顺境里，在光环里的时候，心是向外飘的，佛法里叫攀缘。你总觉得离了那些关系，离了那些地位，你就活不下去。那个把你逼到绝路背叛你的人，其实是老天爷看你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跑得太偏了，强行派来一脚
把你从悬崖边上踹回来的人，他打碎了你所有虚假的依靠，切断了你向外祈求的妄念。这看起来残酷到了极点，但正是这种残酷硬生生地逼出了你生命底层的自信。佛法讲自信自度，就是告诉你真正能救你的力量一直都在你自己身上，只是被你的虚荣和安逸掩盖了。绝境就是老天赐给你剥去伪装，让你重获新生的闭关道场。你们仔细想想，自己大半辈子走过的路，你是不是也曾经被亲近的人坑过、背叛过？你是不是到现在心里还憋着一口怨气？你问问你自己，如果当初没人把你逼到那个墙角，没有剥夺你那点微不足道的依赖，你是不是今天还在为了那点虚荣心给人家当牛做马？把你摔到谷底的人，是在打破你对虚假安稳的执着。不破不立，绝境中生出的力量，才是任何人、任何资本都夺不走的真正财富。所以看透了这一点，你对那个背叛你的人，不但不该恨，反而应该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这笔账两清了，多谢你当年不留后路之恩。当你经历了上面这4种考验，当你的面子放下了，家里的债看透了，外面的攀缘心也断了，你的心性就算真正修到位了。这时候气机同频，最后一种贵人就会在你生命最关键，甚至面临生死大劫的关头不请自来。这第5种贵人，咱们叫他因缘际会的挡灾人。咱们世俗凡夫大半辈子都在求贵人，总觉得贵人得去庙里烧高香求，或者去巴结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老板。其实在因果的律法里，真正能救你命的贵人，绝对不是你临时抱佛脚求来的，而是你平时在哪怕最不起眼的小事上，一念之间种下的善意感招来的。在佛门里，这叫做微细善缘。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有一位霸主叫秦穆公。诸位晓得，在那个兵荒马乱、诸侯天天打仗的年代，当国君的最渴望什么？最渴望的就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打胜仗。而秦穆公这个人，除了渴望称霸，他还有一个极大的执念，就是极度的爱马。他有一匹千挑万选出来的宝马良驹，平时就跟护着自己眼珠子一样护着。可是有一天出大事了，这匹最心爱的宝马竟然跑丢了，跑到岐山脚下，被300多个没饭吃的野人，也就是当地最底层的穷苦老百姓给抓去分着吃了。在那个年代，弄死国君的宝马，那绝对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底下的官兵反应很快，没多久就把这300多个人全抓住了，五花大绑，押到了秦穆公的面前。你想想看，秦穆公当时心里得多心痛多恼火，那是他的命根子啊，按律当斩，这可是300多条人命。而且他作为一国之君，权威被一群叫花子给冒犯了，如果不杀他，这君王的面子往哪搁？那300多个老百姓跪在地上，吓得浑身发抖，知道自己今天是捅了天大的篓子，必死无疑了。可是秦穆公盯着这群面黄肌瘦、吓得瘫软在地的老百姓看了很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身上的杀气突然散了。他没有暴怒，也没有下令屠杀，反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了这么一句话：君子不因为畜生去伤害人，意思是马再金贵也是畜生，咱们不能为了一匹马去砍几百个人的脑袋。不仅如此，秦穆公还回头对手下说：我听说光吃2马的肉，如果不喝点好酒，是会伤身体的。于是他竟然命人搬来了
宫里的美酒，赐给这300多个死囚喝。等他们喝完之后，秦穆公一挥手，把这300人全都放了。诸位，秦穆公这高抬贵手的一念之差，他当时绝对没有指望这帮穷光蛋将来能回报他什么，他只是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动了一丝慈悲。可是因果的种子就在这一刻深深地埋进了地里。过了几年，秦国和晋国爆发了极其惨烈的韩原之战。这场仗打得太苦了，秦穆公的战车陷入了晋军的重重包围，连战车都被打坏了。晋国的将士长毛已经逼到了秦穆公的眼前，他浑身是血，真是命悬一线。眼看着这位一代霸主就要横死当场，国破人亡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战场上突然出现了一支不要命的敢死队。这300多个人光着膀子发了疯一样的冲入晋国的包围圈，他们是真不拿自己的命当命啊，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地挡住了晋军的长矛，把秦穆公从死人堆里给救了出来。不仅救了主君，这股不要命的气势还直接冲乱了敌军，秦军反败为胜，连晋国的国君都被他们生擒了。这300个浑身是伤口，把秦穆公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汉子是谁？正是当年吃了宝马的肉被秦穆公放走的那300个野人。诸位想想看，秦穆公当年那一个不起眼的善念，在几年之后竟然化作了一面牢不可破的挡煞盾牌，救了他的命，也救了他的国。你以为那是他运气好吗？我告诉你，那是他平时种下的无相善意，在因缘交汇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咱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你们扪心自问，咱们平时在生活里遇到一点小亏，是不是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下雨天别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或者是饭店服务员上菜慢了一点，咱们是什么反应？很多人马上火冒三丈，非得再跟人争个脸红脖子粗，非要把人家骂得抬不起头来，觉得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厉害，显得自己没吃亏。你以为你真赢了理？我告诉你，你为了那点可怜的面子把别人逼到了墙角，你这是在给自己结下微细的恶缘啊！佛法讲究的礼饶人，当你在某件事上完全占尽道理，甚至在地位上完全压倒对方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收起你的傲慢，不去赶尽杀绝，给对方留足体面和活路。这种没有功利心的善意，才是真正能护持你家宅安宁的福报地盘。你把别人的路堵死了，等有一天你遇到灾难需要别人拉一把的时候，谁来给你留生机？好了，讲到这里，道理大家都听懂了，也知道这5种人其实都是来度咱们的贵人。可是诸位老朋友，听懂道理是一回事，真要遇上事了，能不能做得到，那可是另一回事。你想想看，明天早上你一睁眼，那个逆子又来找你要钱了，或者那个合伙人卷款跑路，把你逼上绝路了，又或者别人当着大庭广众的面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虚伪，那个时候你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你还能想起今天我讲的这些因果吗？你肯定早就把这些道理抛到九霄云外，卷起袖子去跟人家拼命了。光讲道理不教做法，那是假慈悲。接下来咱们就落到实处，我给诸位交个底。当你真真切切面对这5种人的时候，在咱们老百姓的饭桌上，在病床前，在倒霉的逆境里，你必须要死死守住下面这4个修行的落地法门。咱们先说第一个法门，叫做逆境逆言修降慢心，做还债想。这个法门专门用来对付那些
专挑难听真话刺痛你的人，以及那些在背后捅刀子背叛你的绊脚石。当你在外面被人下了面子，或者遭逢了亲戚朋友的背叛，你心里那个恨啊，就像火烧一样。这时候你该怎么办？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紧紧闭上你的嘴，硬生生的把想要反驳、想要咒骂的话给咽下去。你不仅嘴上不能骂，你在心里还要立刻转一个念头，你对自己默念一句：这是我数世欠他的恶债，今天借着这件事，我算是彻底还清了。你千万不要到处去跟人诉苦，去求什么公道，你越求陷得越深。你要把注意力收回来，专注去干自己手头上最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去把地扫干净，去厨房踏踏实实做一顿饭。这就是从零开始，自己救自己。当然咱们说降服傲慢，把委屈当还债，这也有个边界。我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任人欺负的傻子，把别人毫无底线的恶意侮辱也当成忠言，更不是让你破产后就自暴自弃，躺在家里等死。我是让你把心里那股要去跟人纠缠拼命的怨气给卸掉。你不跟恶缘纠缠，你的生机才能慢慢长出来。再说第二个法门，对枕边人行报恩享，守住你家运的底盘。这个法门是专门用来对待你家里那个默默兜底的第二种贵人，也就是你那挨骂不还口的老伴。咱们很多老人家有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对外人的客气当本事，把对家人的刻薄当威风。从今天起，你要把你留在外面的那些好脾气好笑脸全都收回来看家。面对天天跟你相处默默做家务的老伴，你该怎么做？你别总觉得人家伺候你是理所应当的。每天你硬性要求自己找一件小事去感谢对方，比如老伴给你端了一碗饭，或者给你倒了一杯温水，你收起那个大老爷们或者女强人的架子，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真切切地说一句：辛苦你了，谢谢啊。光嘴上敷衍还不行，感恩的落到具体的家庭责任上。老伴洗碗，你就去擦个桌子；老伴腰疼，你就去搭把手把地拖了。你别小看着端茶倒水、擦桌子、扫地，当你能弯下腰去替你兜底的人分担的时候，你就是在往你们家这个功德池子里蓄水，你这晚年的福气就稳如泰山了。接着咱们讲第三个法门，对讨债至亲修断舍离，慈悲不共业。这是专门用来对付家里那些屡教不改不断败家的儿女或者亲属的。这是很多老人家心里最痛的一块烂肉。面对这种来吸血的讨债鬼，你该怎么拔出来？你要牢牢守住你的养老底线，你那套住着的老房子，你那本用来救命的养老存折，就是你的命根子。任何人连哄带骗，你都绝不能交出去。你要立刻停止这种无底线的填坑行为。更重要的是，你要在自己心里狠狠剪断对这个儿女的控制欲和幻想。你不要再天天盼着他能出人头地来孝顺你，你要认下这笔烂账。很多人一听说，老头子，你这是叫我冷血，叫我跟亲生骨肉断绝关系吗？不是的，佛法讲慈悲。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如果他真到了没饭吃要饿死的地步，你端一碗白米饭给他吃，保证他基本的生存底线，这是父母的慈悲。但是当他要去败家，要去惹是生非的时候，你绝不掏钱，绝不卖房去陪着他一起沉沦，这叫不共业。你不陪他一起造业，才是对他对你自己最大的保护，这就叫修断舍离。最后
咱们讲第4个法门，勿以善小而不为，广种微细因缘。这个法门对应的是第5种贵人，也就是那个能在生死关头因缘际会来替你挡灾的人。咱们前面说了，贵人不是你临时抱佛脚或者去庙里求来的，贵人是你平时在日常生活里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同频契机。具体怎么做，就是从你每天出门买菜、坐车跟人打交道这些细碎的小事做起。你对饭店端盘子的服务员态度和气一点，走路的时候给急匆匆的陌生人让个道，跟人有摩擦的时候说话留3分余地，别把话说绝了。尤其是当你占着理，对方没理的时候，你要懂得得理饶人。你高抬贵手放人家一马，你就是在无形中给自己种下了一颗救命的善缘种子。但是做这件事千万不要有强烈的目的性，你别今天刚给路边的乞丐2块钱，明天出门就盼着能捡个大钱包，或者盼着老天爷马上降个大老板来帮你。这种带着强烈算计的行善是假善，生不出大福报的。布施要随缘，做了就放下，不执着于回报。当你彻底忘了你做过的善事，因缘成熟的那一天，挡灾的贵人自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把这4个落地法门死死记在心里，落实在饭桌上、病床前和逆境里，你大半辈子的人际因果就算是被你彻底理顺了。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大家年纪大了，听完可能转头就忘，所以我在最后啰嗦一遍，下面这3个佛法道理和修行要点，诸位一定要死死守住。第一，遇到外面那些说难听真话甚至背叛你的人，你要记住，那是老天逼你独立的，逆增上缘。你回去以后遇到这种事，要学会降服自己的傲慢心，把委屈当成还债，闭上嘴去干自己的正事，千万不要到处诉苦纠缠。第二，面对家里那个默默兜底的老伴和天天耗损你的儿女，你要明白这是你家运的底盘和讨债的因果。你回去以后对老伴要懂得感恩，动手去分担家务，对讨债的儿女要守住养老钱的底线，在心里放下执念，绝不陪他一起沉沦。第三，在外面跟陌生人打交道或者产生摩擦的时候，你要知道所有的逢凶化吉都来自你平时种下的微细善缘。你回去以后遇到占理的事，千万要得理饶人，多给别人留一条退路。你心念正了，挡灾的贵人自然就会出现。人活大半辈子，钱财名利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看透了这人际交往中的因缘流转，把自己的心性修好，你这后半辈子才算真正活明白了。如果你觉得南师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帮助，请动动手指给南师点个赞，关注我，支持这份善念继续流通。你每一次把这些内容转发出去，送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其实都不是在帮我，而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积攒福报。因为你这也是在做无相的布施，在给深陷苦海的人送去清醒。最后我希望每一位耐心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写下一句感恩委员，自信自度，或者写广结善缘，真佛在心。你要晓得，这不是让你随便留几个字，这是让你在此时此刻在心里种下一个纯净的善念。诸位仔细想想，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都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留下善言的时候，那无数的善念聚拢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威力不可思议的慈悲磁场。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
祈福这股温暖正向的能量，最终都会原原本本的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的身上，护持你们全家逢凶化吉，平平安安，